谁派你来的？国师，抓他做什么？我不知情。此事风起知道吗？不知。司马江，你个卑鄙小人！你竟然让这魔域的贱妇来杀我！你以为你们可以长相找死！你的钱必将受到这天道的斩断！我同姑姑的记忆完全不同，难道果真是我杀了兄长？而且兄长那般辱我，似乎并非是我的家人，他才更像我的仇人。那我一直以为的真相其实是颠倒了，我并非是家人，我那个爹其实一直在联合姑姑骗我，为的就是利用我来对付司马教。那石前度的死，也许是石家人计划中的一环。司马娇大猪蹄子王八蛋！完了，当初跟司马娇这个大佬谈恋爱的，竟然真的是我。不是吧？已经发展到这个庸俗的程度了吗？难不成我还打算向司马娇求婚？难道以前我爱司马娇比他爱我还更多？你在看什么？你怎么这么紧张？这两枚小拳有问题吗？没什么。不对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来找你，发现你一副失神的样子，我怕你吃了丹药不适应，在这里迷了路，所以来看看。你怎么说的这么理所当然？快出去！看来，这东西是送给我的，对吗？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因为我戴着正合适。你挺会对号入座的。你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。
仙侣，你果然已经攻至大成，难怪要嘉信在百峰山暗中行事。让我猜猜，你恐怕还在何处蓄养了另一簇灵火，想利用我司马氏的秘密，达成你的目的。灵火，司马交，你莫要再信口雌黄！我若与这里同归于尽，不给你留半分的凤山血脉，你也不用再做你的春秋大梦了。想活出性命，和我们一起死！合力阻止他！没用的。司马交，你好像真的是强弩之末。身体快崩溃了。你在害怕，真正该害怕的是对面那些东西。司马交，你要是实在太疼就算了吧，反正都要死了，没必要为了他们延长自己痛苦的时间。估计我今天要交代在这里。不过，假期有这么久，我也挺满足的。我的天命就是，我注定会过上闲云野鹤、吃喝玩乐的日子。师宗，我不用给您陪葬了吗？你不想死？当然不想死。我对这天地已无留恋。而他却只想好好活着。算了。什么算了？他这是要做什么？你走不动了吗？走不动了，你快自己逃吧。你再撑一下，起来！你连逃都不会吗？起来，师祖，再撑一下。你要带我一起走？对。你是想死吗？不想。你带着我走就是找死，你没那么傻吧？这不是傻。你救了我那么多次，振作一点。你告诉我逃到哪里比较安全。你快走。师祖，司马交，司马交，你快醒醒啊！司马交，他脚上的是什么？怎么在发光？
这是哪儿？我为什么好像进了别人的地盘？既然有缘来了，便不要急着出去了。孩子，看来你还记得我。果然是你。你是来杀我的，还是来救我的？杀人亦或救人，都有可能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需要解开一个问题。若我没有耐心给你解答呢？这个问题不是由你来回答的。燕九。你醒了，来，感觉如何？若离，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师祖呢？师祖现在怎么样了？当时施家人察觉了你的行动，袭击了你，我趁人不备将你救下，悄悄将你带回了我这里。师祖那边你且放心，施家和几大宫的人没能制住他。不过，师祖和庭燕现在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？那我得赶快去找师祖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现在去找不过是添乱。先坐下。现在外面施家和几大宫的人都在到处寻找师祖的下落，你此时去找，非但会引人注目，而且更有可能像这次一样让自己受伤。可师祖那边……你放心吧，我相信他和庭燕既然有办法逃脱，就定会没事的。这样，我行动比你方便一些，我现在出去打探一下他们搜寻的结果，你在这里等我便好。我施家几百年的心血啊，被这小子给毁了！待我完成100年大计，我定要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！掌门，弟子将附近搜查了一遍，并未发现司马昭的踪迹。他已经无力反抗，这片刻的功夫，怎么可能无影无踪？去找！去找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回来。是。父亲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司马昭在外交中身受重伤，以他的体质，就算躲上几日，也无济于事。而现在我的计划已经暴露。百峰山一回，入京之计，就是趁他身负重伤，重新把他再封印。可是百峰山的事情泄露了，我担心八大宫因此会对我们的计划。八大宫现在着急抓司马昭呢，没工夫去深究这些。真是，把这里给我收拾干净，知情的人一个都不能留下。是。
姑娘是魔域的魔修吧？我是魔修。若是让掌门或其他公主知晓你的身份，你觉得司马娇还会护着你吗？我觉得，即使我是魔修，我应该也没有伤害过人吧。姑娘不用紧张，我知道。哦。我的双眼可见善恶，所以能够知晓，你并非邪魔之流。那就好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要被你收了。多年前，我在三圣山见过司马娇一次。那时候他年纪尚小，就显露出了超乎常人的心智与悟性。我当时给他取了慈藏作为道号，便是希望他对生灵有慈心，能将他的杀心归藏。在我所预见的未来里，他会以一己之力毁灭庚辰仙府，几乎颠覆了整个修真界，更是屠杀无数无辜的凡人。是我土变成胶原，是仙境沦为地狱，导致生灵涂炭，犯下滔天罪孽。师祖他虽然看起来残暴，但他并不是滥杀的人。万事万物都不是绝对的，就算是死路，也会有一线生机。我在他满是血腥杀戮的未来里，窥见过一丝生机，所以我预言，他会等到一个转机，一个会改变他的人。那个人是谁？当年我在他身上留下了一枚念珠，意在镇压他身上的戾气，助他清心。但同时，他若起了杀意，便会感到痛苦难当。那这珠子原来不是个装饰品。这念珠，他人只觉得是束缚司马娇的封印。自从戴上那天起，再无人能解开。但其实，它还是一样灵药。若你能解开这个封印，这枚灵药便能救他一次。若你不能解下，就说明司马娇没有等到那一线生机，今日就是他生命的尽头了。您就不能直接救他吗？姑娘不妨试试。果然如此，既然你是司马娇的一线生机，那也是黎民苍生的生机。还望日后你对司马娇多加劝阻，引他向善。世间尚存其他灵皇，希望司马娇妥善处置，多行正道之事。其他灵火？什么意思啊？姑娘转告司马娇，她自会明白。可他现在这样，伤这么重，多少创可贴都不够用了。高人，高人！我与凤山一族的这一场缘分已了结，今后还请珍重。您就这样走了？严公子和青娘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我们也算是做了一桩好事，才能给自己积福报啦。你真的觉得会长久吗？当然会长久啦。
师祖，人的命运呢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，只要我们有心改变，就可以撼动天命。你知道何为天命吗？我知道啊，我的天命就是，我注定会过上闲云野鹤、吃喝玩乐的日子。月儿，欢郎，欢郎，你别过来！欢郎，你别过来！欢郎，别过来！我不去！别过来！欢郎，欢郎，不要！你要别过去！欢郎，快放下月儿！青娘，长痛不如短痛吧。不要！你根本不知道玉儿将会面对怎样的一生。欢郎，住手！欢郎，不要！青娘，青娘，冷静点。青娘，你宁愿活得窝囊，也不愿意死得有尊严。欢郎，你不要碰我的月儿！欢郎，公子，你救救他！公子，师祖，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把月儿还给我！欢郎，师祖，你能救他的，对不对？你神通广大，你肯定能救严公子和月儿的。师祖，没人能救他。公子，这是他的命。可孩子呢？孩子他是个活生生的个体，月儿，他应该有自己的命运，他能决定自己的命运。师祖，你的母亲不能，严欢你也不能。不要！你说的对。把月儿还给我！还给我！玉儿，你这么惹人怜爱，爹爹不愿你重蹈我的覆辙，也不忍你就此早夭。你不要！不要！欢郎，我求你！你不要！欢郎！欢郎！不要！你救救！欢郎！他毁了火焰太极，可这凤山血脉要如何抹去？真好，终于可以结束这一切，终于可以化成灰烬。自从打开了灵府，我慢慢觉得，这里的一切变得跟我有关起来，也会被这里其他人的命运牵动着情绪。今天周青儿和严欢的悲剧，竟让我这么难受。严欢不过活了20几年，师祖却在这种命运之下，活了几百年。对于严欢而言，死是解脱。那对于师祖呢？他一定比严欢还要痛苦吧？可是，我又能劝他什么呢？杀了他，
杀了他，杀了他，便能结束你这悲惨的命运。不要，不要！他的命是我跟随先祖的，把他给我，给我！快，他们来了，快！不要！小儿，小儿！父亲。师祖，我专门打的蝴蝶结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师祖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还是想说，你不是颜欢，你是你自己。殊途同归罢了。师祖，一般我醒过来，司马娇也会睁眼，这回怎么还没有动静啊？该不会是晕过去了吧？太好了，你没事啊？吓死我了！啊！杀了他，杀了他，便能结束你这悲惨的命运。小儿，小儿！母亲，师祖，你怎么了？我做了个梦。师祖，你不仅睡着了，竟还做梦了。哎，你梦见什么了？我梦到了那个女人。别人见了我，无非是害怕、厌恶、讨好，但她对我却像对待路边的花草树木一样。老板，老板，别老板着这么好看的一张脸嘛！你这算什么师祖？简直就是小学鸡。这种简单的情绪，总令我觉得平静。明明如此弱小，他却依旧能时刻把自己照顾得很好。高人，来接引我们去百凤山的人到了。拿着这个。怎么不带我去啊？你待在这里。走走走走走。见过修士。老规矩。如果血脉之力比较纯粹，我们便给予你丰厚的赏赐。
如果血脉之力不怎么样，这孩子你便带回去。是，规矩我是晓得的。儿啊，快，给孩子验下血，快。月儿，多谢。以前只你一个人去，现在怎么多了一个人？啊，这是犬子，日后他要继承我的家业，所以迟早要让他见识一番。哎，高人，究竟是什么人啊？我们所做的不过是为了活命而已，你可千万别把账算到我们头上啊！我们就在此等候。规矩都懂吧？此地不可随意走动张望。就是这里了。无知小儿，竟敢冒犯灵山！灵山，这里也配叫灵山？怎么，你们严家是想反了不成？儿啊，不得无礼啊！我们老严家上上下下几百口人，容不得如此轻慢啊！罢了，别在这里浪费时间。你送他进去。这里还轮不着你吩咐。我看你是活得太久了吧！带我进去。这里有针对我们司马氏的阵法屏障，时间里防御的手段倒是做得不错。500年了，一切都要结束了。司马家，这山中有结界压制，8大宫将你封印在此，代替你成为了这仙府之主。你身处绝境，又如何能改变这命运？那些为善之徒将我囚于这无光之域，妄图让我屈服，但我已将灵火分身炼成，
新月也将至，这座山再也困不住我。而今破局逆命，唯缺最后一子。这里是天堂还是地狱啊？廖师妹，师傅唤你去竹取幽谱找他。廖师妹，师傅，竹取幽谱。师妹不要太担忧，你刚来青谷天，不知那三圣山是师祖修炼禁地，才会擅自闯入的。师傅是不会因此怪罪于你的。快跟我走吧。青谷天、青谷山，这俩怎么这么像？三山科技的魏总你知道吧？他看了你青谷山的案子，觉得不错。你今天晚上连夜赶去青谷山，明天一早亲自去拜访他。廖师妹，算了，说多错多，先演着吧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仙世界？师傅，廖师妹带到了。好，长青徒儿，你先去忙就是。是，徒儿先行告退。那我……庭院徒儿，为何还不进来？让为师探查下你灵府情况。看来我这个身体姓廖名庭燕。三圣山外的结界，果真是伤了你的灵府。灵府？那个是啥呀？灵府是一个人最隐秘的地方，神识、神思、神魂都在其中。说的什么啊？怎么都听不懂啊！若是伤了灵府，便会像你这样意识混沌，胡言乱语。既然你已忘却前尘，那为师便来告诉你，这里是青谷天庚辰仙府下四时之宫的一个小门派。你已拜入我青谷天门下3月有余。这次叫你过来，是为师马上要带你出发，参加选拔。不是吧？这神仙世界怎么也还要卷啊？这你都忘了？庚辰仙府里辈分最高的那位师祖慈藏道君，马上就要结束500年的闭关了，所以师掌门和8大公主想挑选一些资质好的弟子进山，照顾师祖的日常起居，跟随师祖潜心修炼。你不必担心，我们青谷天不过是凑数罢了。那我就是个分母嘛。行，只要活着，什么都好说。徒儿莫要害怕，在你脚下，便是绵延8888里的庚辰仙府。开山至今已有几十万年，最初建立庚辰仙府的始祖，乃至后来每一代的掌权者，皆姓司马。如今，庚辰仙府的最后一位司马，便是这位即将出关的慈藏道君。哦，看来这位师祖在你们这里是那种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啊。师祖，自然是最德高望重的。整个庚辰仙府，就是因为师祖才得以拥有充沛的灵气。至于师掌门，他是内府的掌权者，时时历代负责侍奉、守护司马一族。啊。而内府又分为8大宫，8大宫下面则有着我们这些小门派。咦，师傅，
既然师祖已经出关了，他为什么不出来，还要选人进去啊？这个嘛，为师也不是很清楚。兴许是师祖喜爱清静，不愿出山吧。这里便是凤栖阁了，是八大宫公主和师掌门共商要事的地方。这不就是海选吗？不知道师祖喜欢什么样的弟子？师祖当然喜欢资质好、修为高的弟子。他们都展示什么才艺啊？莫要在意输赢，平常心应对就好。我心态好着呢，放心哈。为时不早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再等等，我都习惯了，踩点进来。干什么呀，冒冒失失的？哪个宫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。这位是哪一脉的师妹呀？你好，我是40之宫新古天一脉的东阳真人门下的弟子。原来不是师妹，是师侄呀。哦，那见过师姑。您看着比我大好几百岁，您叫我声孙女我都能答应。你少奉承我，像你这种修为低等之人，居然同我们一同参加选拔。怎么有种凉凉的感觉？天大的笑话，是不是啊？就是，没什么本事，就凭这脸生得好看。谢谢，你说话真好听。你说什么呢？就是谁夸你？恭迎各位公主、师掌门。今日，各位公主们将从在场的众弟子中挑选100人，进山侍奉师祖，照顾师祖起居，伴其修行。选拔正式开始，众弟子只需静心盘坐，打开天灵，静候佳音。是。怎么打开天灵啊？在这里干坐着就行吗？我不是来凑数的吗？谁给我买出头位了？搞错了吧？我没有中选，这个森林根的废物怎么选上了？我这个废物也想问呢。娘，师傅。庭燕徒儿，听闻你已经中选了，为师甚是欣慰，与有荣焉呐！我清谷天自开创以来，不是说好了我只是走个过场的吗？怎么就被选中了？你能不能跟上面反馈一下？我不想去，有的是人抢这个 offer。什么佛？
总之，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。可我们清谷天只是四师之宫下面一个小小的门派，能够入选已然是大幸了，哪有推辞的道理啊？再说了，这是师掌门和八大公主共同做下的决定，已经没有更改的余地了。怎么修仙世界也有这种职场压力啊？我只想当个美丽的废物，而且我对这什么都不了解。那万一我把这个师祖惹生气了，他不高兴了，我可担不了责。你也莫要担心，虽然为师也未曾见过那位慈藏道君，但听这道号，想来也是一个宽厚、慈和的长者。你若是无心侍奉祖宗，想来他也不会为难你的。三圣山灵气鼎盛，你此次前去，定能提升修为啊！哎呀，这种升职加薪对我一点诱惑力都没有，我只想好吃好喝，苟下去就好。恭喜师妹！恭喜师妹！恭喜廖师妹！简直光耀师门，这是师兄给你准备的贺礼。怎么听起来我成了全村人的希望啊？这压力也太大了吧！不大。好了，散开。你们呀，莫要再给他压力了。庭燕徒儿，你能入选，已为我清谷天增色不少。毕竟，你也不是什么高修为的弟子，又不愿意侍奉师祖。想来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遣你回来。原来没有什么 KPI 啊？说什么呢？那也行。算了，反正现实是回不去了。暂时远离一下牛马生活，好像也还行。这便是三圣山了。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？三圣山的神圣，岂是你一个普通三灵根能够领略的？此处曾飞升过3位圣人，自师祖慈藏道君闭关以后，此处已闭山500年，无人再进入过。听起来像是个隐藏大副本啊！廖庭燕已顺利进山，不愧是少公主，看来你费了不少心思。哼，我早已在她身上施下术法，选拔时可盗取灵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顶替了那月初回。好，等他将司马娇杀了，仙魔2界的屏障便会消失，我魔域之人再也不用困于这荒凉之地。届时，答应我的事，你可要说到做到。放心。司马娇一死，你便可得偿所愿。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偌大家族，仅剩襁褓中的司马娇，而他偏偏是极为罕见的返祖血脉，已与灵火融为一体，因此，以血肉之躯供养灵火的责任，便落到了司马娇一人头上。此等血脉承载了无上的力量，但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他生来就注定成为灵火的容器，灵魂与肉体一同煎熬，生不如死。
他们为了留住这珍贵的血脉，施下封印和禁咒，令他无法自强，将他封在三圣山，一困就是500年，从出生起便被灭族。八大公也只想着将他利用殆尽，不封魔才怪。师祖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。再喝一口。师祖对我施加，尚且还能念及几分旧情，但那些被八大公送入山的弟子们，各怀鬼胎，恐怕难逃一死。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为什么会让灵魂躁动不安？冤枉啊，祖宗！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他会是我所需之人吗？什么情况？师祖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师祖息怒！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！不是，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而不是魔域的。慈藏道君的词，不是慈祥的词吧？500年过去了，师祖竟然变得更加残暴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不好好安抚师祖，庚辰仙府这延绵几10万年的大宗门，恐怕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了。师祖，弟子施千旅今日特携弟子100名进山，来侍奉师祖。进来。逆生，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优秀的，天之宫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。是，公主。这修仙世界的老板一发怒，员工就要流血吗？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嗨，出发。哎，我东西不见了。东西掉哪儿了？什么东西丢了？我帮你找啊！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找就好哈。嘿嘿。啊！哎呦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啊，肚子！哎呀，晕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肚子上去再说。痛，真痛！行了，不疼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这祖宗的修炼环境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，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行。前辈，且慢！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
破工作，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进去吧。恐怖片里最早死的都是落单的人，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。这么高的塔，连个电梯都没有的吗？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参见师祖。参见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得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
岁的祖宗，竟然是个小白脸。你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撒谎！这祖宗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？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入，他什么目的啊？他好像在看我。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，都滚出去！滚！这师祖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，简直是蠢蠢发疯。我怀疑他找我们来，是给他的宠物蛇囤口粮的。现杀的比较新鲜。休得胡言！今日面见已毕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，等待师祖的吩咐。走。这个天之宫的木泥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人人都得听他的。我偏不。我们走这边。看来这几位宫斗选手都看不上我，啊，也好，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啊，整整走了这么久，脚都感觉磨出水泡了。司马教在殿上竟会放过他，也不知他有何特殊之处。希望这个老祖宗没有开例会的习惯，不要再见我了，好痛！我来帮你吧。啊！一下子就不痛了，谢谢啊！我叫廖廷艳，你呢？我叫叶入灵。啊，入灵。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摸鱼？他是在说魔域吗？
摸鱼分子是哪个门派？就是不想照料那个老祖宗。我是阴之宫弟子，奉公主之命进山效力。哦，你为何不愿照料师祖？整个庚辰仙府都由师祖的灵气供养着，要是能得师祖青睐，修为必定大有增进，短短10日便可抵过自己苦修上千年呢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，我就想吃好睡好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我打算找个日照充足、午休的时候还能晒太阳的地方先住下来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了。啊。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来后殿找我。告辞。谢谢。廖廷艳。